呆萌可爱的七彩神仙鱼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2年0.6个月前，当坤桑第一次在水族馆看到这种鱼的时候，就喜欢上了。它就是淡水鱼里最漂亮的鱼之一的七彩神仙鱼，颜色丰富，身上有不规则的条纹，让人叹为观止。这么好看，必须整2条养起来，磕不溜秋的就叫它们小黑吧。养了半年后，这2条鱼已经认识坤桑了。每次坤桑把手伸到鱼缸上面，它们就开始吐水跟坤桑互动。不过坤桑在夹叶棒上发现了奇怪的东西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一颗颗橘色的，原来这是小黑产的卵。不过正好产在夹叶棒上，直接给煮熟了。2个星期后，小黑们又产卵了，这次的卵很快也没了，繁殖罐上只剩下了一些白色的痕迹。难道它们嘴馋了，把卵给吃了？1年后，坤桑又买了一对七彩神仙鱼，这对鱼也开始产卵了。不过走近一看，这产了个积木，这是在练习吗？要练习产卵的位置。坤桑明白了，和开车要小驾照是一个道理。可是问题来了，这时候母鱼不怎么吃东西了，身体状况变得比较糟糕。还好坤桑及时给它下药治疗。过了几天，小黑们开始产卵了。母鱼产完几排卵后，就会主动让位给公鱼，这时候公鱼就会为卵力受惊。就这样，小2口轮流的开始了生育工作。到了第2天，小黑们轮流在卵附近扇动鱼鳍，防止灰尘或者异物粘在卵上。到了第3天，看起来好像小黑吃掉了卵，原来坤桑误会了。小黑担心有的卵会掉下来，用嘴帮它们重新粘在繁殖罐上，看起来有点随便。不过小黑们认真的照顾鱼卵的画面，还是挺让坤桑感动的。这时候卵上已经冒出了小尾巴，那黄黄的就是营养物质卵黄，会慢慢被小鱼吸收。4天后，也就是孵化后第2天，小鱼变黑了不少，它们会在产卵罐上停留3到4天。小黑们一刻不放松地观察着小鱼的状况。5天后，鱼宝宝离开了繁殖罐，开始粘到爸爸妈妈身上。它们太小了，还不能马上吃东西，所以它们和人一样得先喝奶。小鱼苗会吸食公鱼和母鱼体表分泌的粘液，就像到大鱼身上吃奶一样。据说这种粘液还有蛋白质和抗生素，和人的母乳很相似，真是太神奇。把灯光开大一些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小鱼苗。当小鱼起飞后，母亲的体色也会变深。2天后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小鱼们都聚集到了鱼缸底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男妈妈没奶了吗？可能是数量太多，随着小鱼的长大，公鱼和母鱼分泌的营养跟不上了。坤桑决定抓紧安排2个大桶，开始孵化丰年虾。收集出孵化的丰年虾，放到鱼缸里，小鱼们开心地吃了起来。可能是小鱼们体力又恢复了。几天后，小鱼们又来到了大鱼身上。自从吃了丰年虾之后，小鱼们明显也长大了很多。不爱如山的公鱼把所有小鱼都安排给了母鱼。开玩笑，当感觉到危险的时候，所有的小鱼又跑到了爸爸身边，这样还挺有安全感的。坤桑每天都给鱼缸换水，同时也会吸掉鱼粑，换水的量不能太多，不然小鱼承受不住。把新水兑上一些开水，温度一样是28度。孵化12天后，小黑2口子偶尔会打闹嬉戏，孩子们在身边游来游去，好像在捉迷藏。有了一群孩子的陪伴，吵架也和解得非常快了。孵化14天后，母鱼在吃东西，而小鱼们也在母鱼身上喝奶。不用奇怪，它们都是边吃边拉的。孵化18天后，小鱼们慢慢长大了，看到爸爸妈妈吵架，也知道回避一下。
它们就这样一天天的长大了。好了，本期七彩神仙鱼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呆萌可爱的面包虫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2年前，昆桑养了2万只面包虫，也叫黄粉虫，原产于北美洲，蛋白质是牛肉的5倍。那贝爷和葛爷看了眼睛都直了，也是一些观赏鱼和很多爬虫喜欢的食物。黄黄的就叫它们小黑吧。今天昆桑准备喂给他们的是巧克力，这种巧克力又好吃又甜。坏了，这一不小心让昆桑给整裂了。小黑们会喜欢吗？还好小黑们不挑食儿，裂了也一样吃。小黑们重生第一次看到巧克力，不过也是对巧克力产生了很大的兴趣，他们纷纷爬在巧克力的边缘。有的动物比如狗就不可以吃巧克力。昆桑在网上也查不到面包虫吃巧克力的危害，先让他们尝尝再说。不过他们吃的太慢了。5个小时后，昆桑又来观察面包虫。好家伙，巧克力呢去了？难道被吃完了？昆桑用镊子试探了一下，巧克力跑到了盒子下面。再看看这块，好像也没吃多少。昆桑取来一盆水，把巧克力放水里清洗一下。小黑们一开始很感兴趣，可是巧克力上好像看不到很明显被啃咬的痕迹，可能他们不喜欢这巧克力的口味吧。都说面包虫能吃万物，这话是谁说的？拿出洗过的巧克力可以看出，小黑们确实是吃了，只吃了一点点就停止了。3天后，昆桑的朋友寄来一个包裹，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个食人鱼头，看它锋利的牙齿，就知道这玩意儿活着的时候有多厉害了。据说因为一次停电，让这位朋友养了2年的鱼瞬间 BBQ 了，这可让小黑们有口福了。把鱼头放到饲养盒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小黑们全都围了过来，紧接着鱼头。小黑们挺喜欢吃的，唯一的问题还是速度，那就得叫点援军了。正好昆桑还养了一些大麦虫，抓一把过来帮忙。2个小时后，看起来好像火力不够，也可能是这食人鱼头太大了，在2万只面包虫和100只大麦虫的啃食下都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，大部分面包虫都没有参战，这样下去可能得好几天才能吃完。昆桑只好把鱼头拿到大麦虫的饲养箱里，看看它们的战斗力如何。1天后，食人鱼身子上的肉少了很多，骨头露了出来，眼睛也被吃完了。看来大麦虫的战力强多了。昆桑拿起食人鱼，比之前轻了很多，整个鱼只剩下了皮包骨头。这鱼皮好像大麦虫咬不太动，轻轻一撕，鱼皮就撕了下来。它的牙齿比想象的漂亮，真的很锋利，感觉可以瞬间咬断任何猎物。拿西葫芦试一下，直接咬了一圈牙印，把食人鱼的牙齿轻轻的在西葫芦表面擦一下，西葫芦的皮就被剥了下来。哎，这好像还可以当个削皮器。喜欢吃肉还得搭配水果，这样才能营养丰富。这次昆桑给小黑们带来的是火龙果，火龙果的皮很硬，昆桑担心小黑们咬不动，所以给它们切成2半，个头不小。白色的果肉里面很多小黑子，香甜的味道马上散发了出来。拿出1半喂给小黑，另外1半昆桑看着他们一起吃。这个饲养盒里至少有1万2万，甚至是3万的面包虫。很快有几只小黑已经爬了上来，看着他们吃，昆桑也吃得很香。拿起一把小黑放在火龙果肉上，周围的小黑太挤了，他们还没有发现火龙果。一旦他们意识到那里有好吃的，就会很快冲过去。面包虫补充了足够的水分，就会很快变成蛹。几分钟后，火龙果上已经爬满了小黑，他们闻到香味，全都冲了过来。1天后，昆桑来观察小黑们，火龙果只剩下了一个形状，内部的果肉已经全没了。它们也在不断成长，里面那些白色的就是它们变的蛹。它们也喜欢吃果皮，而且在果皮上打洞。那么昆桑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有人花钱吃喝，有人花钱按摩，有人养鱼做足疗。今天昆桑就来个免费的面包虫马杀鸡，几十块钱的面包虫加上一个不要钱的饲养箱，这不比398的红浪漫性价比高多了。
很快脚上就爬上来2只面包虫，它们可能想啃掉昆桑的腿毛。大部分面包虫在啃着脚上的死皮，昆桑希望它们能啃得动脚指甲，这样就不用剪指甲了。有只面包虫爬得越来越高，你搁这攀岩呢，一个人爬这么高也不怕摔下来。哎呀妈呀，这有点太舒服了。昆桑有了前所未有的新体验，可能这就是抓心挠肝的感觉。过了一会儿，昆桑觉得太痒了，忍不住用手去挠一下。面包虫的干饭精神，上到泡沫塑料，下到含水分的东西，全部照单全收。昆桑的香港脚伸进去，他们就不猖狂了吧？不过如果面包虫的数量足够，时间也够的话，昆桑可能还真保不齐。好了，本期面包虫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